吹散入骨的疲倦，叮嘱我要热爱世界。烟火气息弥漫街边，市井温柔纵身消遣，和你去过的下饭馆，装满我的思念。想和你见面，手牵手并肩，漫步小城的夜晚，时间很慢，爱已不散。爱是一日三餐，有你四季陪伴，似是烟火最美盛宴，铺垫出大家的温暖。请记得，爱是家长里短，共是粗茶淡饭，你的笑脸永远新鲜，给予我幸福期盼的美满。想让一件事情超出原来的预期，就必须在其中注入新鲜的元素。不是很懂。如果我今天的表现还和往常一样，只是做几道拿手好菜，穆晓很可能会夸奖我几句，但在其他人看来就有点流于形式。等热度一过，大家很快就会将咱们忘了。哦，所以说你只做一道菜，故意制造争议。只有制造悬念和反差，才会让事情变得有趣，而大家不都喜欢看有趣的事儿？周冲还没收拾完啊？好，周冲啊，他正在收集弹幕信息呢，准备明天给你做汇报。行，学会整意外惊喜了。也不看看他师傅是谁，天天给我们整惊喜。哎，但是我跟你说真的，感觉跟你一起干的这几天，比我的一生经历都要精彩。还好吧。但是这次呢，我们是彻底得罪天香坊了，恐怕以后都不是差评限流这么简单的事儿了。他们背后可是百威集团啊，行业的独角兽。一艘老旧的破船，也该给他摇晃摇晃了。哎，对，明天是周日福利日，正事别忘了，快去吧。好嘞。太阳上班，云朵慵懒，美好今天。阿姨，这是我们食堂的饭。尝尝我们餐厅做的饭啊！谢谢哈，多多提意见，多多提意见。要热爱世界，烟火气息弥漫街边，市井温柔纵身消遣，和你去过的下饭馆，装满我的思念。想和你见面，手牵手并肩，漫步小城的夜晚，时间很慢，爱已不散。爱是家长里短，共是粗茶淡饭，你的笑脸永远新鲜，给予我幸福期盼的美满。醉人的香气呀，能把满汉全席的前菜7品之一的天香白记做到这般境界，赌你一份。薛老过奖了。哎呀，当年啊，穷啊，买不起这样的食材啊。黑珍鲍、翡翠鲍、珍珠鲍，配上藏红花、龙眼香，还有沉香木，用烧烤煮3种不同的烹饪方式。这道菜不仅只是美味呀，它将3种顶级的香料的药用价值，用3种不同的烹饪方式融入了鲍鱼之中，使视觉、嗅觉、味觉及营养价值都达到了顶峰，这才是满汉全席。要不说薛老，您是我的知音呐，也就只有您能品出里面的门道。小子，少拍马屁！做了这么珍贵的一道菜给我，说吧，
什么事儿？真没事儿，求您，没有。真没有吗？没有。你昨天的那场直播，简直就是跟天香榜挑明了开战。不是，那是他们自己干预评分，影响市场，这才失去了公信力啊！别的餐厅说碰到这种情况，有可能说忍气吞声，我不行。谁要是搞我的食堂，我就干谁。乔儿，这行水深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。但我打心底里希望你能把食堂做起来。你爷爷是乔四海吧？您知道我爷爷3届厨王，我们这代人谁不认识？就连他这样地位的，当年都被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但凡牵扯利益的事情，在哪儿都一样复杂。您说的对，其实我这次回来重新把食堂开起来，也是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。他跟我说过，要是真的热爱烹饪，就要把全部的心思放在烹饪上。真诚会通过菜肴打动所有人。你爷爷是当之无愧的厨王啊！谢谢你啊，我还要回去看店，就不打扰你了，你请。好。多好的苗子！甜香白鸡呀，甜香！对了，也是时候了。小志，咱们的外卖都被停了。停就停了吧，本身我就不太喜欢外卖，就算送的再快啊，食物也会变味儿的。哎，我有个想法。说。咱对面那个烤肉店郭燕儿，咱们帮一下呗。包子，他可是百威集团旗下的人呐。是，我知道，但是具体情况你不了解。他呢是属于被百威集团逼良为娼的，他是不是？呸，什么呀？郭燕是被逼的。具体情况是这样，是百威集团要收购他的店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他只能选择这样。另外，她一个外地女人，老公走的又早，自己带着孩子在这城市无依无靠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就想着咱帮她一下，我教她做一些甜品小吃和一些最基础的菜，再分她一些客流，这样呢，咱也能多一个收益渠道，到时候咱直接拿分成就行。不是你别这么看着我呀，决定还得你做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另外。我帮他纯属就是好心。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但是你放心啊，我负责培训他，出了事我负责。行。师傅，包大哥，包家来了一客人，还没预定。这都几点了？你没跟他说咱要下班了吗？我说了，人还点了道菜呢。清水煮白菜，菜单上有吗？肯定没有啊。那你跟他说没有就完，让他走呗。我没法让人走啊。师傅，看来我这3个鲍鱼没白做呀。什么？啥鲍鱼？啥鲍鱼？打听那么多，赶紧去备菜，来行去了，这是，快！那我先陪行去。别。要说啊，你尝尝这个，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双井栗。我正在城楼关山那去，耳听得城。哎呦，是您的徐老，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。
徐老，您还没介绍这位贵宾是？叫彪叔。啊，彪叔您好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啊，您点的开水白菜，请赐教。猪脚、肘子、老鸡、火腿桂圆，上清顶汤。这开水白菜，请您点评。有桥四海的神韵，是这个味儿。您认识我爷爷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是在我爷爷葬礼上见过。您是葬礼的主持。说起来啊，你的这个名字还是我跟你爷爷一起商量的呢。乔治啊，啊，我倒是挺想知道这个名字的初衷是什么的。啊，我们那个年代啊，有点崇洋媚外，就觉得挺洋气的。确实够洋气。备用名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叫复兴，乔复兴。挺好，都挺好。我以前是个川菜厨子，但这一辈子在川菜上就输给过你爷爷这道开水白菜，我俩也因此拜了把子。可惜了，这么早就撒手人寰，孩子，这些年一个人苦了你了。哎，彪叔，您老也无子嗣，您看乔治，您还满意吗？啊，彪叔，我从小就立志继承爷爷的衣钵，将中华美食发扬光大。爷爷教会了我很多，教我做菜，教我为人。可是当我有能力报答他的时候，他却永远离开了我。您是我爷爷的拜把子兄弟，要是您不嫌弃的话，我想认您做干爷爷，给您养老。好，孙儿，恭喜彪叔啊，得了这么棒的一个大孙子，开心吧？开心开心。孙儿啊，咱这个干爷爷不白认。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田相旁以后不会再为难你了。哎呦，谢谢爷爷。其实我最近啊也正为这事发愁呢。您说我这小店，我也不想得罪天香坊啊。你们被叫停的外卖啊，人彪叔给你们恢复了。好，来，第二件礼物。这是你家祖传的刀具，传了多少代我也忘了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是曾经的帝王赏赐给你家的。你爷爷见你爸断了传承，便把它送我了，现在物归原主。至于这第三件礼物嘛，是我亲自送的。彪叔，您觉得乔治够格了？当然。那你还不赶紧谢谢你干爷爷呀？啊，谢谢爷爷。不过，这个胸针是……以后，不管你走到哪儿，凭着这个胸针，都能有口饭吃啊！哎呦，那谢谢爷爷。
这个刀。你至于吗？你小心哈喇子再流出来。你能别装行吗？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它是啥。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你这不就是这胸针吗？没话了是吧？我看着像是牡丹花，包子哥，你给讲讲呗。行，那今天你哥呢就给你普及一下知识啊。首先呢，这个牡丹花是我们的国花，哎，国色天香这4个字呢，形容的就是牡丹花，哎，同时呢也是天香榜的象征。这个天香榜呢，不只是对餐厅进行评价，同时也会不定期的给中餐的厨师进行评估和认证。那么说，现在小智就是天香榜的1星厨师了啊，才1星啊，最高几星？才1星啊？这孩子这么外行吗？妹子，全国也就100位1星厨师，30位2星厨师，10位3星厨师，是吧？就有的1颗星，去哪儿都是妥妥的主厨。这么厉害？祖宗，你见着哪个神仙了？啊，就是我爷爷的一位故人。那你跟咱爷爷这位故人说说，给我也弄个星，不是，给咱们食堂也评定个星，这样咱们生意以后绝对爆爆爆。好神奇啊！明明前段时间天香榜还在故意抹黑我们，怎么这么快就抛出橄榄枝了？对啊，人家这才是明智的选择。平台如果失去公信力的话，就会崩溃了。看来这次直播真是赚翻了。讲完了吗？那个，小智啊，是这样，那个你把那借我带一下呗，完我拍个照行吗？那个我这么长时间也就在怀香酒楼远远望了次，就远远就那一眼，借我带一下。就这个呀？啊，哦，这个东西啊，你想得美你！哎，我也要。乔老板，郭老板，这么晚还没休息啊？没呢，等你半天了。等我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，要不然去店里坐会儿吧。包子都跟我说了，谢谢乔老板，让我分一杯羹。就为这事儿？不只是为这事儿，我们先干一杯。我就不喝了，我明天还要早起，所以我就不喝酒。我那个以茶代酒吧。乔老板这么有原则呢。来，干杯！哎，这第2杯呢，我再敬你。这杯是为了敬乔老板大气，不跟我小女子一般见识。之前的事儿都有得罪，抱歉了。哎呀，不打不相识嘛。哎，这第3杯呢，敬我们的缘分。祝我们一起发大财。哎呀，相识即有缘。郭老板，是不是热呀？要不要我帮你空调给打开？没事，你还挺暖的。今天生意应该不错呀，怎么郭老板还唉声叹气啊？这就是我要跟你说重要的事儿。好，请讲。几年前我外嫁到这儿，刚结婚，刚生孩子，我那不争气的男人就没了，只给我留下这么个店，就只有我一个人撑着这么多年。你知道吗？特别累，特别累。我每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我要告诉我自己，不能放弃，我必须要坚持下来。但你知道一个外地女人到一个陌生城市来打工，有多难吗？
是挺不容易的，理解。坚持虽难，但总会有收获的嘛。但自从你的出现，我觉得我心里就像有了主心骨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可能这就是坚持的收获，对吗？我说的不是这方面，这方面可能未必。我觉得就是。没水了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啊。来，吃点水果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给你擦。没事。乔老板身手这么好呢。那个，我再给你倒一杯吧。啊，不用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那个改天咱们再聚啊。改日。没事，我再给你倒一杯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朴叔，对不起，是，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针对食堂。是。你消消气。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惊动彪叔了呢？这个老东西，居然认了乔治当干孙子。不要气，消什么气呀？这么多年我家帮他挣了多少钱，还敢威胁我？彪叔毕竟地位在这儿，不能得罪，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食堂不能动，没说不让动怀乡啊。考仁德那边怎么样了？那个废物更指望不上了，这次直播影响太大了。陶如雪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掌控公司了，他跟陶南方已经打算利用厨王大赛重启怀乡上市计划了。有了，我把废物陶仁德的股份买了，我亲自出马。哎，他们陶家还有个二女儿，抓紧让韩冰办啊！我一直没搞明白，搞那个唐无双有什么意义吗？你傻呀！他们不是想甩开我们独立上市吗？那我们就搞他们家二女儿啊，搞点照片、视频，什么吸毒啊、睡榜一大哥，这个谣一造，你觉得他们还能上市吗？要不说还得是你牛嘛，这么损的招你都想得出来。哎，我给你看啊，我们家二女儿啊，是不是长得挺带劲？确实便宜韩冰的小子了啊。这真的是浑阳模糊吗？把崽鹅塞入羊的腹中这种做法，之前有很多人尝试过，但是最终的结果却都不太满意。因为要把羊的鲜味完全在崽鹅上呈现出来，这不仅需要准确的火候控制，而且还涉及到原料和配方。所以仅凭这道菜，无法判断出这就是失传已久的浑阳模糊正确做法。大家只关心这道菜好不好吃，如果好吃，那就是真的。所以啊，这直播的效果不言而喻啊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这道浑阳模糊很快就是一道网红美食啊！咱们要不要提前准备一下？小雪会想到的，让她直接和乔治去聊吧。乔治，好的。乔治把秘方发过来。算这小子有心。乔治，金总，我在路上了。你到底行不行？否则等你半个小时了。行，我马上就到了。没睡呢？今天营业额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凑合吧。反正呢，日营业额已经超过了怀乡集团其他的门店。
我估计啊，明天会更多，最少这个数再加个0。单凭一家店面的营业额可不够啊，我们要跟南区的整个业绩要拉开差距。你是怕他们刷流水做假账？嗯，那我这就没办法了，反正我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就是尽人事，听天命喽。那个护手霜好用吗？没用，扔了。真的？好吧，反正不要让我发现你跟穆小有任何非业务上的瓜葛。绝对不会。只要是跟食堂无关，我绝对不会跟他有任何的瓜葛。你就不能信任一下你名义上的丈夫？那你总要拿出你的诚意吧。行，我这就把他删了。看到没有？再见了，小儿。别演了。不是，你要不是这个？我要的不是这个。那要什么呀？我要。我要你。啊？这上有点难为情啊。哎呦，不行，咱俩有协议忘了，不能有肉体上的接触啊。但是，既然只有这样，才能证明我的忠贞，那我只好以清白之举明志了。来吧！别演了，我要的是你的菜。啊，只要菜不要人呐，那多长？那这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我行走江湖的立身之本。乔治，你别给我装蒜啊！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条件呢，其实很简单。厨王大赛，按照惯例，每年怀香集团和各大美食公司都可以分到名额，到时候帮我留一个呗。可以啊，够豪爽。喂，宋叔。乔治已经把混淆模糊的菜谱发给我了，包通已到总部，开始培训北区的厨师了。我这儿准备了一份推广方案，需要和你对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还有一个计划，想不想听？什么计划？里边请。OK， 想要以小博大，本就是件难事儿。要撼动百味集团的地位，我们必须要抱团取暖，而食堂呢，就只是个根据地。接下来，我会拿出金匮食谱上各大菜系的名菜，分享给其他8大楼，并且在8大楼推出食堂的联名区。食堂不缺流量，但是每日能接纳的客人是有限的，而8大楼呢，不缺地方，就缺流量，所以食材、场地、厨师均由8大楼承担，而我们提供相应的食谱以及培训。菜单呢按季换新，每个季度出3道菜品。这样一来，8大楼除了暴涨的人气之外，你们原有的菜品顾客也一定会购买。当然，这只是我计划的第一步。等各位都尝到甜头了，我再来说明第二步。来。你的笑脸永远新鲜，给予我幸福期盼的美满。它是爆款制造机吗？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，才100来万粉丝，姐夫这才1周就破1000万了。到底谁是网红啊？我是不是应该去蹭蹭他的热度啊？这只是开业首月的营业额，抛开堂食的部分，您看看这个名为智慧的预制菜，这才是真的杀疯了。这小子是有备而来啊！失策，早知道多入点股啊！
爹地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校级的海报哦。爹地，按目前的形势来看，我们应该可以提前完成 target 呢。爸爸为你骄傲，也为娇儿子点赞。艾丽啊，记得今晚跟何阿姨的事情哦。No。哎呀，你和阿姨约了我很多次了，他们已经从新加坡飞到浔阳了，我无法拒绝呀。你体谅一下爸爸好吗 ？OK fine， 那我要叫乔治跟我一起，不然我不去。乔治，李先生，这是你们父女俩的事儿吧？那就定了，乔治陪你一起去。谢谢爹地。你还没去过我国内的 apartment 呢，今晚来我家请我吃饭。不是，你没告诉我什么事儿呢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晚上7点到家，你提前过去把菜做好等我。不是，你不在家，我怎么进去做呀？我家的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啊？哎，艾丽，我已经到了。你今天晚上究竟是个什么局啊？这个不重要啊？不是，那我做什么菜系啊？有没有忌口啊？这个也不重要。都不重要，那我也不重要，我还是走吧。不，你很重要。反正你今天晚上必须听我的。一会儿见。喂，我该不会是个鸿门宴吧？哎呀，还是年轻好啊，不像我。你谁啊？拿把刀干什么？哦，我是厨师。吓死我了！艾丽呢？啊，她晚点就到。那个，我还做着饭，厨房生着火呢。阿姨，你随意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喂，艾丽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已经来2个客人了。不是，你今晚到底什么局啊？就是我爸找来相亲的，我一会就到。相亲？喂。艾丽呀，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何阿姨。哎呀，这几天中文学的挺好嘛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们家永清。你好。好久不见。哎，你还记得吧？小的时候你们经常一块玩的。后来我们家搬到法国去了，那个时候你可舍不得他了，还有印象吗？不记得了。也是，那个时候可能太小了。我们家永清现在在法国做国际金融，这么多年了，他可一直都还记着你呢。谢谢。本来呢是想带你去米其林餐厅吃的，没想到
你竟然安排了厨师来家里。你搞错了，厨房里那位不只是厨师，而且还是我男朋友。他不就是个厨子吗？艾丽呀，你的家世怎么能找个厨师做男朋友呢？这不是胡闹吗？我喜欢啊。哎呀，艾丽，我想起来还有点事情，要不然我们就先走。妈，我觉得艾丽挺好的，是我的菜。难道你还想挖墙脚不成？都没结婚都有机会，你要相信儿子的魅力。可拉倒吧，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这么多年书你白读了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妈，我还是想留下来。哎，对，我们既然已经都来了，那就吃了饭再走，吃了饭再走。脸皮真厚啊！那个菜好了，可以开饭了。啊，我们过去吃饭吧。好好。你们慢用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你男朋友不跟我们一起吃啊？可能是有什么误会吧。什么误会啊？误会就是我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同学。同学啊？对，我们在新加坡一起读的大学。哦，同学啊。So, what's your occupation? 我是一家食堂的经营者。食堂？嗯。那你爸妈呢？是做什么的？啊，我父母都是普通人。哦，普通人啊。我们先开始吃饭吧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对，食堂老板亲自为我们烹饪的菜肴是得好好尝一下。自从去了法国以后呢，我发现吃饭其实就是享受人生。法餐呢，一餐要从中午吃到晚上，每次只上一道菜，吃完之后才会上第二道，而且每道菜都是讲究顺序的，既优雅又绅士。所以自那之后呢，我就很少吃中餐。法国菜固然不错，只是缺少一些变化。我也很喜欢吃中餐，但是一般都只吃南粤菜，其他的菜系呢，我都觉得有点不够精致。怎么样？很难吃吗？George， 这道菜怎么跟我平时吃的口感不一样？排骨怎么能弄得这么软呢？这道菜呢，是我最近新研究出来的，我取名叫做“果然有排面”。其实这道菜的做法也比较简单，先将肋排涂抹红曲水，送入沸油中炸至金黄，炸好之后放入锅中浸水焖煮，加入烧酒、白糖、精盐、果醋、干红椒、香叶、草果，还有葱和姜，直到肋排酥烂。同时用清水将面皮淋油煮烂，放在盘中，将肋排捞出，搁在面皮的上方，浇上熬制的卤汁，再用锅烧热清油，用蒜蓉、葱油浇在仔排上，最后再淋上鲜柠汁，这样就能让其口感更有层次。真有那么好吃吗？我来试试。被柠檬汁冲淡的肉香迅速占领了整个口腔，不仅不油腻，还混合着特殊的鲜烈口感。明明是排骨肉，但却有种很粘稠的胶质感，真是颠覆了我对猪肋排的认知。你厨艺这么好，为什么要开食堂呢？你完全可以开一家很好的餐厅，生意肯定不得了的。George 开的那家食堂生意可不差，只接受预约，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人上赶着来品尝呢。哎，这道菜叫什么？什么做法？啊，这道菜叫做味一消得肝肠断。其实这道菜呢是典型的淮南菜之一，
采用香紫酥油，即用紫苏熬制而成，色泽鲜红，香而不辣。肠呢，则是采用铜肠，3层相连，也叫做套肠。最后将肝和肠分别用炸和扒的方式组合而成的菜品。这么简单一道菜，居然有这么多名堂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，小伙子，了不起！其实华夏地大物博，中华的美食更是博大精深。我这桌子菜啊，只能算是雕虫小技，大家吃得开心便好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相比于米其林3星的菜品，虽然材料不济，但口味和创意并不见得差。谢谢你的款待，我们应该还有急事，就先走了。我这个还没尝呢。不急。我们先走了。这么着急走，我送送你们。我就知道你得拿我当枪使。谢谢你，我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。虽然只有1顿饭的时间，但我很开心。艾丽，其实我……没关系，我会等你先完成你事业，然后再把那封信给你，到时候一定要收下哦。小陶总负责的北区超过南区营业额6.5%。根据约定，陶然德之前所经营的业务，现在由小陶总全权负责。小陶总做的是真不错啊！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这实打实的数据，没话说，没话说。是，不是嘛？接下来，南区所有门店的规章制度都按照北区执行，所有门店的厨师、经理也按照北区的要求进行考核，不合格者一律辞退。各位可有什么异议？没问题。就按小刘总说的办。我也没有异议。着我的脸，我也会对你说出那一句句誓言。你会发现和我的心从来没改变，就像那大海永远映衬着天空的画面。我要带你逃出喧嚣无比的世界，体会无忧无虑的疯癫，不用担心前方路太遥远，一路向前。你也会发现我流下的眼泪，也会看见我写下诗篇，我也会永远把你紧紧抱在身前。我要带你逃出喧嚣无比的世界，体会无忧无虑的疯癫，不用担心前方路太遥远，一路向前。你也会发现我流下的眼泪，也会看见我写下诗篇，我也会永远